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12月19日星期五，佛历1月下14，万象晴，18到30摄氏度。今天是佛日，希望各位观众能够牢记佛陀教诲，勤修戒定慧，远离贪嗔痴。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420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45基普，跌幅 0.21%。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82.74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1.64基普，涨幅 0.24%。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034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4基普，跌幅 0.13%。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234.04 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12.18 点，跌幅 0.98%。开盘 1248.71 点，最高 1250.79 点，最低 1223.5 点。成交量364800股，成交金额6亿8054万9千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840基普，交易量18万8600股，其次是中老证券和老挝电力。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840基普，交易额3亿4715万4千基普，其次是联合发展银行和老挝电力。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4510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24万基普，跌幅 0.53%。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12月17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869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298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697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澳大利亚支持老挝南部经济社会发展。12月14日至19日，澳大利亚驻老挝大使梅根琼斯访问老挝南部4省，重申对老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在沙湾拿吉省，大使视察了澳大利亚资助的教育计划，强调提升教学质量。在占巴塞省，大使调研了奥兹哥斯达集团的蓝莓种植项目，该项目计划投资1亿澳元，并创造2000个就业岗位。同时，澳方为老挝第5次人口普查提供了545万澳元援助。此外，大使还在色贡省调研了澳大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支持的木薯研究项目，并捐赠医疗物资。此次访问展示了澳方通过教育、农业和公共治理等领域合作，助力老挝实现包容性发展和现代化。2. 万象什纳昆帕寺举行佛像迎请与供奉仪式。12月18日，万象什纳昆帕寺举行庄严仪式，由西顿赛亚冯松大长老率领，将9尊新铸佛像及9套三藏经正式迎请入寺供奉。此次活动由16个功德主家庭支持，是从16日持续至21日佛教庆典的核心部分。活动期间包括每日诵经、学生禅修和听法。20日下午，寺院还将浇筑另外9尊计划安封于风沙里省的佛像。21日将通过80位僧侣的布施仪式及通宵佛像开光盛典，为此次系列功德活动画上圆满句号。3. 风沙里省代表团赴越南参加第9届越老中三国体育盛会。12月18日，老挝风沙里省副省长吴坎杜拉潘率团抵达越南电边省，参加第9届越老中三国抛康体育盛会。该活动旨在通过三国边境少数民族共有的传统体育遗产，深化中老越三国的文化交流、传统友谊及经贸投资合作。风沙里省此次派出29名运动员参加陀螺、射弩等6项赛事，并组织24人艺术团表演5个民族特色节目，同时通过展位推介当地特色产品与旅游。盛会于19日开幕，21日闭幕。4. 色贡省残障及弱势青年女性服装缝纫培训班圆满结业。12月18日，色贡省第19期针对残障及弱势青年女性的缝纫培训班圆满结束。
在为期近3个月的培训中，12名学员系统学习了从理论基础到各类老挝传统服饰剪裁的专业技能，培训成果丰硕，学员共制作出140条筒裙和57件衬衫。色贡省妇联副主席佩达考彭萨拉在结业式上发表讲话，鼓励学员们将技能转化为生产力，通过自主创业或就业增加家庭收入，实现脱贫致富，并嘱咐他们不断提升设计水平以适应现代市场需求。5. 万象快速公交免费试运行将持续至2026年1月初，万象市快速公交免费试运行将延长至2026年1月5日。目前试运行段为凯旋门至威尔莫，共5辆车循环，发车间隔15分钟。项目现已完工 94%， 待正式运营后，线路将扩至招法昂公园至国立大学，票价定为7000吉普。届时将投入15辆车，高峰期发车间隔缩短至5分钟，运营时间延长至22时。官方呼吁民众购买智能卡乘车，并提醒社会车辆切勿占用快速公交专用车道，共同打造高效准时的城市交通体系。6. 占巴塞省领导开展历史古迹调研活动。近日，占巴塞省省长阿伦塞孙纳拉率团访问巴真扎伦苏县拉伯村的凯山峰威汉主席故居，代表团通过聆听历史事迹及开展青少年知识问答，重温主席的革命历程。阿伦塞孙纳拉省长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主席对国家保卫与建设事业的卓越贡献，并勉励年轻一代以主席的爱国精神和革命道德为典范，严于律己。他同时强调教育部门应丰富教学内容以传承历史文化。活动最后，代表团向学生捐赠了礼物，旨在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教育。7. 财政部长视察 CBF 制药有限公司。近日，财政部部长盛提帕峰威汉近日视察了位于占巴塞省的 CBF 制药有限公司。公司总经理金达伊苏里向部长汇报了企业在标准化生产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进展，强调了公司作为老挝领先药企在保障民众健康方面的责任。盛提帕峰威汉部长对 CBF 制药有限公司的实力给予肯定，并指示公司应继续提升质量与产能，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他表示，政府将积极支持本土制药业发展，并研究解决公司提出的困难与诉求，助力企业成为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业典范。8. 老挝举办血液动员与血液工作法研讨会。12月18日，老挝国家血液中心在万象举办血液动员与法律研讨会。老挝国家血液中心主任指出，老挝目前献血率仅为 1%， 未达世卫组织 2% 的标准，而韩国献血率高达 5.5%。为此，老挝希望通过借鉴韩国经验，加速完善血液工作相关法律法规。本次会议重点探讨了老挝血液工作法的起草准备工作，并就血液安全管理、检测制备、储存分发及动员机制等专业领域与韩方专家进行了深度交流，旨在通过法律和技术手段确保老挝血液供应的安全、充足与及时，推动老挝血液事业达标。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